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堆。这个系列的视频提到的堆都是二叉堆 （binary heap）。接下来我会解释什么是二叉堆，以及一个常用的实现方法。堆呢有3个性质。首先，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二叉树。在二叉树当中，每一个节点有最多2个孩子。如果有3个或以上，那就不是二叉树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性质，它必须是一个完全数。什么是完全数呢？就是你画这个数的时候必须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去填满它的所有的节点，不能有遗漏的节点。现在我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来填每一个点。我填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暂停这个视频，无论什么时候停你看到的都是完全数。如果一层还没有填满，需要填满这一层才能开始填下一层。现在这个数虽然最后几个节点还没有填满，但是它也是完全数。这个也是，这个不是，因为最后一层不是严格从左到右填的。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省略不填的，只有最后一层的最后一些节点。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性质，就是数值。堆里的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数值，每个堆都有自己管理这些节点的方式。按照不同的方式呢，我们把堆分为最大堆和最小堆。如果每个点都大于等于它的所有孩子们，那这个堆就是最大堆。反之呢，如果每个点都小于等于它的所有孩子们，我们就称这个堆是最小堆。如果这个堆它既不是最大堆，也不是最小堆，那么它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堆。可以这么说，一个堆如果它还不是最大堆或最小堆，那么它就是在成为最大堆或最小堆的路上。好啦，下面我有几个问题。最大堆的第一个节点一定是所有节点当中最大的吗？是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个最大堆一定是从大到小排序的吗？不一定哦。在这个堆的最后一层里，7、4、5的顺序是乱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最大堆的每一个值都比下一层的每一个值要大吗？也不一定。在这个堆里，6比7要小。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规律。最好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原始的定义去检查每个点和它的孩子们。好了，这就是堆的3个性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堆的实现。想要去实现一个堆，或者说去表示一个堆，我们一般呢会用到的就是数组。为什么用数组呢？因为数组蕴含了一些奇妙的规律，让我们能轻松地找到一个节点它所有的亲属，比如父节点、左孩子和右孩子，这些都可以很快地找到。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吧？我们后面就会看到怎么做啦。这是一个最大堆，如果我们把它压平，也就是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去走过每一个点，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数组 A， 9、8、6、7、4、5。这个数组呢，就表示了一个堆。我把数组的索引也标在图里。在图里我们可以看到7的父节点是8， 8的父节点呢是9。你有发现7、8、9的索引有什么规律吗？或者说我在这里有3个问题要问你。首先，第一个问题，已知数组 A 和索引 i，ai 的父节点是谁呢？答案是 ai 减1除以2向下取整，也就是说它父节点的索引是 i 减1除以2向下取整。这个符号呢就是向下取整的意思。比如说 3.7 向下取整就是3，正数向下取整呢就是拿掉它的小数位。这个意思就是在说比如这是数组 A， 我们现在站在 i 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的复节点是谁呢？就是它，这就是复节点的索引。有这么神奇吗？我们来验证一下吧。我会检验每一个有复节点的点。这个呢是我的验证表格，里面所有的数字表示的都是索引。注意哦，是节点的索引，而不是节点的值。当我说到节点1的时候，我指的是索引是1的节点，而不是说数值是1的点。从图上可以看出，节点1的复节点是节点0，所以0是正确答案。好了，现在遮住这个图，我们把 i 等于1代入到公式里，得到0，正确。好的，接下来看节点2，它的复节点呢也是节点0，把 i 等于2代入到公式里，得到的也是0，正确。节点3的复节点是节点1，把 i 等于3代入到公式里，得到1，正确。节点4的复节点也是节点1，把 i 等于4代入到公式里，得到1，正确。最后一个节点5的复节点是节点2，把 i 等于5代入到公式里，得到的是2，正确。好了，所有的点都验证成功了，所以只要我们有某一个节点的索引 i，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复节点在哪里了。接下来呢，是我要问的第2个问题：已知数组 a 和索引 i，ai 的左孩子是谁呢？答案是2乘以 i 加1。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站在数组 a 的 i 这个位置上啊，我们的左孩子是谁呢？那就是它，这就是左孩子的索引。我们来检验一下吧。节点0的左孩子是节点1，把 i 等于0代入到公式里，得到1，正确。节点1的左孩子是节点3，把 i 等于3代入到公式里，得到3，正确。最后一个节点2的左孩子是节点5，把 i 等于2代入到公式里，得到5，正确。好的，所以只要我们有某个节点的索引 i， 我们就能找到它的左孩子在哪里了。最后呢，我要问第3个问题，你可能已经猜到要问什么了。已知数组 a 和索引 i，ai 的右孩子在哪里呢？答案是2乘以 i 加2。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站在数组 a 的 i 这个位置上，我们的右孩子是谁呢？就是它，这就是右孩子的索引。我们来检验一下吧。节点0的右孩子是节点2，把 i 等于0代入到公式里，得到2，正确。节点1的右孩子是节点4，把 i 等于1代入到公式里，得到4，正确。好的，所以只要我们有某个点的索引 i， 我们现在呢就能找到它的右孩子在哪里了。接下来小小的总结一下，现在已知我们站在 i 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的复节点是谁呢？就是 i 减1除以2向下取整这个位置上。那我们的左孩子是谁呢？就是 2i 加1。我们的右孩子呢？就是 2i 加2。这3个公式就是实现 heap 的标配，这样我们就不需要画图来去找到每一个节点它所有的亲人了，是不是很方便？好了，在视频最后呢是一个小练习，欢迎大家留言写下你们的答案。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次见哦。